圣光一族没有资格。听闻此话，莫说楚风吃惊，就连于婷也是吃惊。虽然身为卧龙武宗弟子，可他也是非常清楚，圣光天河的统治者乃是圣光一族，既然是统治者，必然也是最强的势力，所以连他都不知道，如今卧龙武宗竟如此强势，连圣光一族的面子都不给了。师尊，这么说来，卧龙武宗的实力已经强大到无惧圣光一族？楚风问道。楚风感到了压力，如今卧龙武宗对紫菱不利，卧龙武宗便等于是楚风的敌人。若是卧龙武宗真的强大至此，那对楚风而言绝对是一个坏消息。卧龙武宗是否畏惧圣光一族，老夫不清楚，但卧龙武宗的实力从古至今都可用4个字来形容。牛鼻子老道此话说完，楚风便赶忙问道：哪4个字？深不可测。牛鼻子老道说道：深不可测。这4个字来形容卧龙武宗，却让楚风更加不安。毕竟相比于已确定的实力，深不可测的危险性更强。可哪怕如此，楚风也不会放弃。师尊，您可否带我去看一看那进入卧龙武宗的阵法？楚风问道。楚风，师尊不会骗你，除非你成为4品至尊，否则根本连进入阵法的资格都没有。并且4品至尊的修为只是有进入其中的资格，但并不代表进入其中可以安然无恙。作为你的师尊，我是不同意你去的。就算你有诸多本领，但在老夫看来，最起码也要是7品至尊才可挑战那阵法。牛鼻子老道说道。师尊，那您可知道有何快速提升修为的方法？楚风问道。我若知道快速提升修为的方法，就不会到现在都不能报仇了。牛鼻子老道说这话的时候面带苦笑，而见牛鼻子老道如此，楚风也是倍感无奈。他知道是他自己在着急了，修武一途哪里有捷径可言？倘若真的有捷径，他的父亲也不会让他自己历练了。楚风、于婷，你们2个不必太过担心，老夫与卧龙武宗宗主也曾见过，依照老夫对他的了解，他的品性极佳，并且也是极为惜才之人。而那个叫紫菱的丫头能成为他的闭门弟子，可想而知那卧龙武宗宗主是多么的看好。依我看啊，他只是给紫菱那丫头一些教训，不会真的要其性命的。搞不好等你们再进入卧龙武宗的时候，那紫菱早就被放出来，再度成为卧龙武宗炙手可热的人物了。甚至他答应紫菱离开卧龙武宗来找你，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牛鼻子老道说道。前辈，您真的确定我们的宗主大人会这样通情达理吗？宗主大人，他真的有可能将紫菱放出来？于婷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他所见到的宗主大人简直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是卧龙武宗所有长老与弟子都发自内心惧怕的人。通情达理4个字，他似乎从未在他们的宗主大人身上见过。小丫头，你虽为卧龙武宗弟子，但你对你们宗主大人的了解未必会如老夫。相信老夫的判断不会有错。你们的宗主大人绝对是一个惜才之人，除非紫菱那个丫头真的做了他无法忍受的事，如若不然，定然不会取其性命。而他现在还活着，就说明事情还没有那么严重。牛鼻子老道说道。而听牛鼻子老道这样一说，于婷倒也觉得有些道理。虽然在他的印象中，宗主大人很是冷酷，但对于惜才这一点，于婷还是赞同的。他们的宗主大人的确非常惜才。其实于婷也知道，紫菱短时间内不会有生命危险，只是一直被关在那种地方，紫菱究竟在经历什么，才是他担心的地方，也是让他心疼的地方。而看着楚风那一脸急切的模样，于婷也是有些于心不忍。毕竟若不是他来找到楚风，楚风便不会有如此压力了。当然，最初的他可没有在乎那么多，他根本不在乎楚风死活，只在乎紫菱安危。但现在经过相处之后，他对楚风也有了全新的看法。虽然相处时间很短，但于婷已经明白紫菱为何如此深爱楚风。楚风的确有着他的过人之处，不仅仅是天赋，还有着一种他人没有的人格魅力。就连他也不知不觉间开始发自内心的把楚风当成了朋友。楚风，我觉得你师尊说的很对，就紫菱的确不是着急就能做到的事情。我也与你说过，紫菱虽被关在遗弃之地，但只是被关在里面，宗主大人从未说过会要紫菱性命。而且宗主大人的确很喜欢紫菱，对紫菱的疼爱远超其他弟子，所以你若想要救紫菱，就莫要太过心急，否则你会害了你自己的。如果是那个样子，紫菱应该也会很难过。于婷竟安慰起楚风。楚风啊，为师知道，以你的性格，想必唯有亲自看到紫菱没事才放心。但楚风，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你也知道这种事情急不来的，稳住性子，稳步提升修为才是最好的方法。而且如今紫菱可是卧龙武宗宗主的闭门弟子，依照我对卧龙武宗宗主的了解，你若不是一个足够优秀的后辈，他不可能将紫菱交给你。你明白为师的意思吗？牛鼻子老道问道。我明白，不用替我担心，我一定会以最好的姿态站在紫菱面前。楚风说道。之后的路上，楚风也不再纠结于这些，他的计划已经非常明确，尽快提升修为。但楚风并不会像牛鼻子老道说的一样，7品至尊再去挑战那阵法。既然4品至尊就有资格，楚风就会在4品至尊境去挑战。他不在乎凶险，他只在乎紫菱。而在前往轮回上界的途中，楚风也向牛鼻子老道询问起关于他当年之事。对于那些事，牛鼻子老道并未隐瞒，但具体的经过则是与楚风听闻的一样。牛鼻子老道当年会败，的确是被毒害的，并且至今为止都还未能找到那个给牛鼻子老道下毒之人。当提起那下毒之人时，一向笑嘻嘻的牛鼻子老道其眼中竟也少有的涌现出了愤怒与憎恨。司马相图，这个从小与牛鼻子老道便为兄弟之人，也曾是牛鼻子老道最信任之人，可他却成为了险些害死牛鼻子老道之人。那种背叛，楚风未曾经历过，但楚风却能够想象那是何等的痛。师尊，我一定会帮你找到这个人，我会让他为他的所作所为而付出代价。楚风以凝重的口吻说道。紫菱是其爱人，楚风必须要救，但牛鼻子是其师尊，他师尊的仇，楚风也是要报。虽然相识时间尚短，
但恩师如父，牛鼻子老道的仇人，自然也就是楚风的仇人。小子，你还是先解决好你的事情吧。至于为师的恩怨，为师自己能够解决，我还没弱到连这种事情都需要弟子插手的地步。牛鼻子老道虽然嘴上不需要楚风插手，但他的脸上却是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经过一番赶路，楚风一行人终于回到了轮回上界，但他们却并没有直接进入疾风列族，而是在距离疾风列族的一定距离外开始布置阵法。那是一座传送阵法。此时，除了楚风、牛鼻子老道、于婷之外，汤晨大师和袁术也在。牛鼻子，你真的要去吗？你有多少把握？传送大阵布置完毕后，汤晨大师对牛鼻子老道问道。我有绝对的把握。牛鼻子老道说道。绝对的把握？你若有绝对的把握，还用不下这道阵法吗？汤晨大师一脸的怀疑。这座传送阵的作用就是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催动传送符后，可以通过传送符与这传送阵法的力量将人传送到这里来，除非有极其强大的结界之力封锁，否则都无法主动传送符进行瞬间传送。说白了，这座阵法布置在这里就是为了以防意外，是在发生意外的时候能够快速从疾风列族脱离的保障手段。这叫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说汤晨，你还不了解我吗？我做事向来万无一失，就算我有绝对的把握，但我也喜欢留下一些后手，以防后患。牛鼻子老道洋洋得意地自夸道。我不是不相信你，只是那疾风列族。汤晨大师则是眉头紧皱，他的确不是不相信牛鼻子老道，而是疾风列族的确很强。至今为止，他们都不知道疾风列族内究竟有着怎样的存在。若非远古时期的特殊束缚，疾风列族无法离开这片区域的话，以疾风列族的实力，必然会是整个圣光天河的威胁。这也是为何汤晨大师会如此关注疾风列族的原因，他就是害怕疾风列族摆脱束缚，出现变故。放心吧，我与楚风定然会安然无恙的回来，你们就在这里等着，我和楚风去就来。相比于忧心忡忡的汤晨大师，牛鼻子老道则是自信满满。汤晨大师知道他改变不了牛鼻子老道的想法，于是只能配合牛鼻子老道，毕竟他在此处亲自催动这座传送阵法，能够保证传送阵法的力量，那么对牛鼻子老道和楚风的安危也会起到一定的保障。随后，牛鼻子老道与楚风便潜入了疾风列族。牛鼻子老道毕竟是掌握了龙变第5重的界灵师，这种实力已经几乎代表了当今圣光天河的最高水平，潜入疾风列族对他来说可谓是轻而易举的小事。不仅顺利潜入疾风列族，还很快找到了颜如玉、亚飞、慕容婉的位置。为了防止被发现，牛鼻子老道运用封锁阵法将整座宫殿封锁。有这座封锁阵法在，无论宫殿内发生什么，外面的人都不会发现。当封锁阵法布置完成之后，楚风则是进入其中去找颜如玉、亚飞、慕容婉3人对峙。当楚风看到颜如玉、亚飞以及慕容婉3人时，内心较为复杂。尽管他们3人如今早就不是当初的模样，而是疾风列族族人的模样，可楚风却知道他们3个就是自己所认识的颜如玉、亚飞以及慕容婉。只是不能确定的是，现在他们身体内的是否还是本尊？又是你，你到底想做什么？男人啊，有闯入者进入我族领地。当颜如玉3人发现楚风之后，便立刻发出了尖叫，毕竟他们已经见过楚风一次，上一次楚风便与他们产生了不愉快。别喊了，没有用，这一次不会有人来救你们。楚风说道。可他此话刚刚说完，一股极为磅礴的威压便从天而降，从内至外渗透到了这座宫殿之内。那威压极为恐怖，怎么会？感受到那股威压，楚风暗叫不好。牛鼻子老道明明已经在暗中亲自布置了封锁阵法，为何颜如玉3人的尖叫还会传出去？大胆人族，胆敢擅闯我族领地，真是不知死活！紧接着，一道浑厚的声音也是随之炸响。前辈，我并无恶意，我与这3位姑娘乃是朋友，我知道她们乃是人族，我想知道她们是如何变成现在的样子的。楚风眼见已经被发现，但却并未退缩，而是直接大声说道：朋友。听闻此话，颜如玉3人也是一愣，只是仔细打量楚风一番之后，他们的眼中却都有答案。他们的确不认识楚风，确定楚风不是他们的朋友。族长大人，我们不认识此人，杀了他！亚飞高声说道。受死！而亚飞此话落下，那恐怖的威压之中便涌现出了杀意，对方当真是要将他斩杀于此。可就在此时，一道身影便从殿门之外踏入，来到了楚风的身旁，是牛鼻子老道。牛鼻子老道抓住楚风之后，二话不说便直接催动了手中的传送符，传送符的力量将2人包裹。下一刻，他们2人很快脱离了疾风列族。场景变换之后，他们的身前出现了汤晨大师、袁术以及于婷等人。他们已是通过那座传送阵和传送符的力量到达了安全的区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遇到麻烦了吗？汤晨大师3人皆是一脸关切地问道，因为他们从楚风和牛鼻子老道的脸色就看得出来，情况似乎并不妙，低估了疾风列族了。老夫布置了封锁阵法，但那3个丫头的求救信号竟也传了出去，还有就是低估了疾风列族的实力了。疾风列族内有远在我之上的高手，还好老夫提前布置了这座传送阵法，否则还真是要倒大霉了。牛鼻子老道说道。那可有打听到什么消息？汤晨大师问道。没有，还没来得及交谈就被发现了。楚风说道。没事，只要你们人没事就好。汤晨大师安抚道。可就在此时，大地震颤，紧接着风起云涌，恐怖的力量自地底深处渗透而出，瞬息笼罩这片天地。那股刚刚在疾风列族感受到的威压，此时再度浮现。糟了！此时就连牛鼻子老道也是暗叫不好。那威压自得底深处传来，当楚风等人感受到那威压的一刻，这方天地都已被威压封锁，
如今没有了传送阵法，楚风等人已被困在此处，甚至可以说他们的性命都掌握在了疾风猎族的手中。居然追到了这里，我们不过是想打探一些事情罢了。你们不高兴，我们进入你们领地，我们已经走了，有必要做得这么绝吗？牛鼻子老道开口了。讲真的，此时连汤臣大师这种人物都被那强大的力量吓得乱了分寸。但是牛鼻子不管内心如何，至少他此时表现出的样子却是相当沉稳，甚至可以说是毫不畏惧。我疾风猎族岂是尔等废物想来就来，想走便走的地方？上一次潜入我族不算，还打伤我族族人，放下狠话，那乃是我族不愿真的追究。你以为你们真能与我疾风猎族平起平坐不成？今日就要让你们为你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那声音浑厚无比，且充满杀机。当这番话响起之时，楚风等人都觉得他们死定了。可谁曾想，此话落下之后，楚风等人却是不由一愣。那束缚周围的威压还在，可偏偏没有任何动静。虽说对方没了动静，可牛鼻子老道等人却并未觉得他们已是安全，相反越发不安。毕竟他们依旧被那恐怖的威压束缚着。于是牛鼻子老道再度开口，就连汤臣大师也开口了。汤臣大师直言，之前打伤疾风猎族族人的就是他，甚至还对那件事而道歉了。只是那疾风猎族却依旧没有反应，这让汤臣大师以及牛鼻子等人皆是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疾风猎族到底在卖什么关子。忽然间，那束缚住周围的威压开始产生了变化，忽强忽弱，产生了不小的波动。怎么回事？汤臣大师对牛鼻子老道问道。我哪知道？牛鼻子老道回道。那我们怎么办？对方既然没有回应，我们想办法逃吧。汤臣大师说道。逃得掉吗？牛鼻子老道问道。汤臣大师眉头紧皱，竟说不出话来。尽管这威压起伏不定，可依旧很强，他们的确难以逃脱，除非这威压弱到他们能够逃脱的地步。师尊，这下面似乎不简单。楚风则是动用天眼向下观察，想要探个究竟，可却发现下方竟有特殊的屏障力量，那屏障力量挡住了楚风的目光，楚风根本看不到下面的情况。听闻此话，汤臣大师也是动用他的手段向下观察，观察之后，他则是一脸后怕，该不会这下面也是疾风猎族的领地吧？汤臣大师看向牛鼻子老道，这还用问，多半就是如此了。原来是早就被发现了，难怪我与楚风明明前例顺利，却还被他们发现。牛鼻子老道说道。牛鼻子老道说对了，下方的确就是疾风猎族的领地，并且地表上的动静，下面的疾风猎族也能察觉。牛鼻子老道等人在此处布置传送阵法，早就被疾风猎族发现，他们所说的话也被疾风猎族听到，他们从一开始就败露了。这也是为何当楚风与牛鼻子老道进入疾风猎族的第一时间就被发现的原因，因为疾风猎族的人就是在等待着楚风和牛鼻子老道潜入进去。此时疾风猎族的许多高手都在楚风等人所在的地底之中，这是一个打造的近乎完美的世界，虽然建在地底之中，但却与地表之上几乎没有差别，山川河流应有尽有，而这里的植物更是美轮美奂，散发着浓郁的远古气息，那可不是伪造出来的，而是真实存在的。而疾风猎族的一众高手就立于这片美轮美奂的虚空之上，这些疾风猎族的众位高手个个气息不凡，几乎随便一位都不是汤臣大师能够应对的存在。汤臣大师猜对了，疾风猎族的确深不可测，但这群高手之中却又一位的气息格外的恐怖，这一位便是疾风猎族的族长，那封锁住了牛鼻子老道等人的威压，也正是他所释放而出。先前说话之人也正是他，只是此时这位疾风猎族的族长大人却是眉头微微皱起，而他身后的疾风猎族众位高手更是面色复杂，如临大敌。之所以会如此，乃所以因为眼下在他们的面前出现了三道身影，这三道身影与外面的牛鼻子等人全然不同，他们三人是何修为，就连疾风猎族族长都看不透。不仅看不透修为，这三位的身上还皆有光芒护体，那光芒护住了一切，他们竟然连对方三人的容貌都看不到，但种种迹象都表面这三位很不简单，乃是来者不善。你们是何人？疾风猎族族长问道。相比于先前对牛鼻子老道等人那舍我其谁的态度，此时这位疾风猎族族长的语气竟然柔和了许多。这样的变化可是让疾风猎族的众位高手面容变化，他们可是很少看到他们这位族长大人会对人这般。我是谁？你们没有资格知道，我来这里是想和你们说一件事，上面的是我朋友，他如果想知道什么，你们就坦白相告。三人之中为首的那位开口说道。你以为你是什么人，胆敢与我族族长大人谈条件？此时一位疾风猎族的高手很是愤怒地说道，他真的是非常愤怒，他对当代修武者本就鄙夷，更无法忍受他所鄙夷之人以这种态度对他们的族长大人说话。只是对于那位疾风猎族高手的怒吼，三人之中为首的那位却是淡淡一笑，这才说道，你搞错了，我不是在与你们谈条件，而是我说的话你们必须照做。口出狂言，你是找死！那位疾风猎族族人勃然大怒，说话间杀意一出，便要出手，可还不待他出手，周围空间便剧烈剧颤，紧接着一股强大的力量便横扫了这片天地。那力量出现之后，莫说是那位先前大吼的疾风猎族高手，就连疾风猎族族长的眼中也涌现出了恐惧。而就在此时，那三人之中为首的那位则是再度开口，相比于先前的柔和，则多了一抹霸道。给你们两条路，一，按我说的做；二，我灭了你全族。通知，今日更新，延迟到明日，灭你全族。此话一出，疾风猎族一个个的皆是目露杀意，毕竟这话极其的挑衅，简直是不将他疾风猎族放在眼中。可偏偏对方的威压实在太过恐怖，就连他们的族长大人
也很可能不是其对手。从那威压的气息来说，对方似乎还真的拥有能够将灭他们全族的实力。所以，尽管他们内心早就怒火翻腾，但却也不敢说什么。毕竟他们的族长大人都没有说什么，他们又怎敢收起你们的威压？莫要吓到我族人！不管你朋友与我族3位殿下是何关系，但多次闯入我族也是你朋友的不对，你也应该清楚。我是故意等到他们闯入才出手的。他们若没有真的闯入，我也不会难为他们。一切都是他们自找的，是他们先破坏了规矩。疾风列族族长说道。而见状，仙海少羽也是收起了身上的威压。没错，这3位周身光芒缠绕之人，正是仙海少羽、仙海仙儿以及仙海姑苏。你的朋友想知道3位殿下的事？在仙海少羽收起威压之后，疾风列族族长问道。我们也并无恶意，只希望你们能如实告知。仙海少羽说道。3位殿下的身份我也不清楚，我们乃是受人所托，照顾他们。若想知道他们究竟遭遇了什么，问我也是没用。疾风列族族长说道。人是在你们这里出的事，竟说问你们也没用，你们是在耍我们不成？仙海仙儿有些不高兴，毕竟对方的这个回答实在太过敷衍，甚至让人愤怒。我说的乃是实话，你们若是不信，可以去找那位问一问。不过恕我直言，那位的脾气可不太好，他的力量也绝非你们能够抗衡的。若真的觉得我疾风列族的力量只是你们见到的这般，那你就太小看我疾风列族了。疾风列族族长说这话的时候，竟然有着几分威胁之意。可从他那高傲的态度来看，他这番话又并非玩笑，更不像虚张声势。好啊，那就让我去见一见你说的那位。然而仙海少羽却是丝毫不惧。少主小心有诈！姑苏大人暗中传音提醒道。临走之前，我总要帮楚风做些事，帮他扫除障碍。有为武者成长，对他好也是对他不好。而他既然很想知道关于他那3位朋友的事，那我就帮他一次。仙海少羽这番话也是暗中传音，只有姑苏大人和仙海仙儿能够听到。而见仙海少羽心意已决，姑苏大人也不再多言，而是决定跟随仙海少羽一同前往。带路吧！仙海少羽说道。请。疾风列族族长微微一笑，转身便为3人引路。在疾风列族族长引路下，仙海少羽3人跟随他来到了疾风列族的境地。从此处的守卫和防御手段，仙海少羽都能看得出来，此地对于疾风列族来说可谓是重中之重。只是到达这境地尽头，却并未见到疾风列族所提的那位，而是看到了一座传送阵。这座传送阵法散发着浓郁的远古气息，而他所通往的地方也较为遥远。莫说脱离疾风列族，更是脱离了这轮回上界。尤其是当疾风列族族长将那阵法开启之后，仙海少羽3人皆是目光变化，他们能够看得出来这阵法的力量有多强大，可以在短时间内到达另一个世界。这种强大的阵法，整个浩瀚修武界也不多见。进入阵法，自然能够见到我说的那位。只是我说过了，那位可不是你们能够应付的。若现在回头，还来得及。疾风列族族长说这话的时候，眉毛轻挑，嘴角带笑，颇具嘲讽意味。虽然看不到仙海少羽3人的模样，可想必他也能够感受到仙海少羽3人的迟疑，但对此他毫不意外，反而皆在预料之中。因为他知道，越是有实力的人，看到这座阵法，越是会感到不安。这阵法的力量，唯有真正强大的人才能够真的懂。但仙海少羽接下来的举动却让他有些意外。仙海少羽竟身形一跃，直接跳入了那阵法之中。紧接着，姑苏大人与仙海仙儿也紧随其后跃入其中。他们3人的举动倒是让疾风列族族长有些意外了，还真是够义气。明明嗅到了危险的气息，可为了朋友的事，竟还愿冒此风险，看来有些低估当代的修武者了。疾风列族族长感叹道。只是相比于疾风列族族长，其身旁的诸位高手却尽显神色紧张。族长大人，未经先祖允许，就让外人进入先祖休息之地，先祖若是动怒，怪罪下来，我们可如何是好？此时，一位年龄较长的长老更是忍不住询问起来。他询问的时候，声音之中都无法掩饰他的恐慌。不是他胆小怕事，是他们都知道那位先祖是多么的可怕。先祖大人会理解我们的，毕竟先祖大人也不会希望我们灭族。相比于其他族人，疾风列族族长则是丝毫不担心。可忽然，疾风列族族长目光大变，连面容也是变得紧张起来，紧紧地凝视着那座传送阵法。族长大人，您怎么了？见族长如此，疾风列族的其他高手也随之变得紧张。刚刚好像感觉又有人进入了传送阵内。疾风列族族长此话一出，疾风列族众人目露诧异，又有人进入其中。可谁他们明明没有见到任何人，并且此处的守护阵法非同一般，有任何人踏入其中，就算他们没有发现，可阵法也会发现。而他们又是守护阵法掌控者，阵法若有变化，他们都会有所察觉。但现在他们却什么都没感应到，所以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他们的这位族长大人是否出现了错觉。他们不是不信任族长大人，而是太信任此处的守护阵法了。没事，应该是错觉。疾风列族族长说道。就连他也觉得自己是错觉。传送阵法力量很强，哪怕横跨世界，却也在短时间内就将仙海少羽3人传入了目的地之中。只是自传送阵法走出之后，就连仙海少羽也是目光变化，姑苏大人也是眉头紧皱，而仙海仙儿更是眼睛睁大，嘴巴微张，那张精致的小脸之上涌现出了慌乱之色。少主，姑苏大人，这是什么地方？仙海仙儿的声音竟有些微微颤抖。这也不能怪他，而是此处的确太过阴森恐怖，无边无际的大地之上尽是森森白骨，白骨平铺开来，是真正的尸骨之海。有的白骨更是堆积成山，并且这些白骨皆很巨大，有的单单是一具完整的尸骸，都宛如一座山脉一般横卧在远处。在这样的尸之上，仙海少羽3人的人族之躯简直如尘埃一般渺小，而仔细打量那些尸骨，更是让他们心生不安。虽然死去无尽岁月，
如今并未留下太多气息，可却仍能感受到那些生物生前的强大。这是强者的力量，哪怕死去多年，哪怕气息不在，可那种威慑力也会在。可就是如此强大之物，不仅死去已久，并且这数量更是惊人的恐怖，简直多到无法估算的地步，难以想象是何等惨烈的战争才会让这么多强大的生物尽数陨落于此。下方森森白骨已是阴森恐怖，而头顶灰蒙蒙的乌云更是将此处衬托得更加压抑。这里就好像是一座远古坟场，所葬之物皆曾是远古时期的顶尖强者，这里乃是远古强者的葬身之地。少主，我们回去吧。姑苏大人小声对仙海少羽说道。就连姑苏大人也不愿在此处多留，身在这样的地方，哪怕他这种人物也是倍感不安。来都来了，总不能就这样走，总归要会一会那疾风列祖所说的那位。仙海少羽说道。就在此时，在远处传来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咆哮。见状，仙海少羽三人都是动用特殊的观察手段，向远处观望而去。虽然距离很远，但在特殊的观察手段下，很快仙海少羽三人也是锁定了那咆哮的来源。只是看到这位之后，三人的脸色皆是有着不同程度的变化。尤其仙海仙儿，此时他已是脸色惨白，如同受到了极大的惊吓。原来那是一个人形生物，但他身躯极大，竟高达1000丈有余，宛如飓风一般，大到不可思议。并且他浑身长满了血红色的毛发，那毛发很是怪异，宛如鲜血染成的一般，看着便令人毛骨悚然。并且那血红色的毛发覆盖着他整个身体，看不清他的容颜，只能看到一双宛如太阳一般巨大却又空洞洞的双眼，散发着满满的杀气。那人形生物右手提着一把巨大无比的镰刀，镰刀之上满是鲜红色的血迹，甚至还有大片鲜血稀里哗啦的顺着那锋利的镰刀滴落而下。而在人形生物的右手提着一个浩瀚宫殿大小的笼子，那笼子内装着满满的东西，仔细一看更是感觉背脊发寒，嗖嗖的直冒冷汗。因为那巨大的笼子内竟然满满的全是人头，并且数量之多，足有数万。而言浑身红毛的人形生物不仅用那杀气满满的目光凝视着仙海少羽三人，并且他正踏步而来，每落一下，远处的大地都为之震颤，看似动作迟缓，可实则速度极快，很快他就会到达此处。这就是那疾风列祖所说的那位吗？这分明就是怪物吧。仙海仙儿的不安与恐惧在他的声音之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仙儿别怕，有我呢。仙海少羽笑着说道。相比于仙海仙儿，他则是平静得多。少主，仙儿不怕，我会誓死守护少主。仙海仙儿似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话，说话间竟然还向前走了一步，挡在了仙海少羽身前。虽然知道仙海仙儿在逞强，但仙海少羽且丝毫不怀疑仙海仙儿的忠诚，他是在逞强，但也是发自内心的要守护自己。少主，你能看穿其修为吗？姑苏大人对仙海少羽问道。他之所以这样问，乃是因他看不穿那红毛巨人的修为。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在无法判定对方实力的情况下，那这个对手无疑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对于修武者而言，往往自己无法看穿的对手，实力要么相近，要么就是比自己还要强大，并且许多时候还是后者更多，看不穿。而仙海少羽的回答则是令姑苏大人的眉头皱得更深。仙海少羽的实力要在他之上，连仙海少羽都看不穿对方的实力，那眼下的局势当真不妙。可就在此时，大地颤动，怒吼连连，自四面八方皆是不断传来那恐怖的咆哮。仔细观望，那红毛巨人竟自四面八方不断涌现，数量之多数不胜数，粗略估计起码也有100万之多。少主大人，咱们快走！眼下就连姑苏大人也乱了方寸，带着仙海少羽就想要离开此地。那红毛巨人之强横，简直深不可测。只是一只，他们三人都没有绝对把握应付，可眼下竟然出现如此数量，那他们可谓毫无胜算。见此情形，就连先前还尽显固执的仙海少羽也是心生退意，准备离去退下。可就在此时，天际之上传来一声浑厚无比的声音，那声音之刺耳，不仅天地颤动，仿佛连苍穹都被其直接击穿。这道震颤天地的声音响起之后，那自四面八方涌现的红毛巨人更是纷纷发出了一声哀嚎，那不是咆哮，而是哀嚎，就好像狗狗做错了事被主人训斥之后所发出的声音一般。在发出哀嚎之后，那些红毛怪物更是纷纷转身向远处退去。这样一幕更是让姑苏大人内心发毛。原来那让他们没有把握应付的红毛巨人根本就不是疾风列祖所说的那位，疾风列祖所说的那位明显更强，只是杂兵吗？还真是低估了此地。看着那正在退去的红毛巨人们，仙海少羽也是眉头紧皱，忍不住发出一声感叹道。虽然进入此处之时就已经预感到此行没那么简单，但眼下的局势却比他预想的还要糟糕得多。而就在此时，风云变幻，天空之上的诡异乌云突然开始剧烈翻滚，在那翻滚之间竟然开始变化，最终凝聚成了一张遮盖天空的巨脸。那具脸色很是怪异，不断变化，根本没有最终的形态。按理来说，这样一张脸是非常恐怖的，但是仙海少羽三人却偏偏没有这种感觉，反而觉得这张脸神圣无比，宛如神明一般。这种压迫感远非先前那些红毛怪物可比，并且在那张巨脸之上，一双巨目此时正凝视着仙海少羽三人，竟是如此存在。看到虚空之上那遮天蔽日、不断变化的巨脸，姑苏大人的目光也是不定的闪烁起来。他本以为九龙异象港内的黑龙已是圣光天河内隐藏的怪物，但那黑龙若与此时虚空之上的恐怖巨脸来比，却已是不值一提。眼下所出现的怪物，莫说是他们，想必他仙海鱼族的顶尖高手想要对付此物也不容易。前辈，您就是疾风列祖所说的那位大人？仙海少羽凝声问道。虽然已经清楚对方实力远在自己之上，但仙海少羽并未表现出慌张。
从疾风列足而来，虚空之上，那浑厚无比、震颤天地的声音再度从虚空降临，那等景象就宛如是神明在向凡人问话。是，仙海少羽说道。来此事为何事？那恐怖巨脸问道。想问前辈关于那3位姑娘身上所发生的事。仙海少羽说道。原来是为此事。结。忽然，那恐怖巨脸竟发出一阵笑声，那笑声十分诡异，比那红毛巨人发出的咆哮还要令人毛骨悚然。前辈，您笑什么？仙海少羽问道。因为这种理由便来此送死，真是愚蠢。但我可以成全你。那声音从天而降，仙海仙儿与姑苏大人皆是面容大变。难道对方竟要杀了他们？那位可不像是随便说说。他此话说出的同时，那种令人窒息的压迫已是从天而降，并且那进入此地的传送阵也被封锁。眼下局势岌岌可危。这位大人，我知道您修为极强，远在我辈之上，而我们不请自来，也的确多有冒犯。但我相信，如您这样的人物，必然也是一个明事理之人，总不能因为我们不请自来，就非要置我们于死地吧？况且我们乃仙海鱼族族人，这位乃是我仙海鱼族的少主，若说可以，还望这位大人给我仙海鱼族一个面子。我们来此真的并无恶意，只是想询问一些事情罢了。姑苏大人凝声说道。他虽表面沉稳，实则内心慌乱无比，因为他知道对方真的有能力将他们轻而易举地杀死。他们现在乃是身于虎穴之中，所以他不得不抬出仙海鱼族来保护自己，但同时却也不敢趾高气昂，反而要讲道理。因为从种种迹象表明，这位多半就是远古时期的魔物，像是这种存在，他往往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面对这种存在，只能来软的，不可来硬的。结。然而姑苏大人这番话落下后，换来的却是那位一阵充满嘲讽的笑声。当代武者皆是蝼蚁，我管你是鱼族还是虾族，若本尊让你来，你就算翻江倒海，本尊也不怪。但未经本尊允许进入本尊之领地，便只有死路一条。那位此话说完，顿时风起云涌，电闪雷鸣，磅礴的杀意已如那漫天的乌云一般，遮盖了整个虚空。那种压迫，仙海少羽的眼中也是涌现出了恐惧，而如仙海仙儿更是吓得闭上了眼睛。面对这等存在，他知道逃跑无用，若对方真的杀意已决，等待着他们的唯有死亡。前辈，请等一下，可就这千钧一发之际。仙海少羽却是沉稳开口，不仅开口，他说话之间竟走到了仙海仙儿与仙海姑苏的身前，将他们二人拦在了自己身后。还有遗言？那恐怖存在问道。没有遗言，只是进入此处乃是我之决定，与他们二人无关，放他们离开可好？仙海少羽说道。你倒是很讲义气，不过可惜本尊说过，你们全部死，你们就必须全部死。那恐怖存在说道。前辈，您隐于此处多年，对当今时代并不了解，可莫要轻看了当今时代的修武者。您若因为这种小事执意想要杀了我们，晚辈怕您后悔。仙海少羽说话间，忽然解开了衣衫，衣衫解开，竟有光芒涌现，在其胸前竟有一颗红色的宝石，那宝石如血打造而成，其中还有物体涌动，似是一个生命体一般，乍一看似是至宝，但若仔细观看，却竟显诡异。那颗红色宝石嵌入了仙海少羽的心脏之中，竟随着心脏跳动，仿佛已与他的心脏融为一体。而那诡异宝石的四周布满了复杂且神秘的纹路，那光芒正是那纹路释放而出。可那纹路明明是黑色。少主大人，您看到那光芒，姑苏大人脸色变得复杂。身为仙海鱼族的族人，他知道仙海少羽胸前的那是什么，那是守护阵法。唯有当仙海少羽生命受到威胁之时，才会触发。仙海少羽向来要强，喜欢自己闯荡浩瀚修武界，就算有人跟着，也不允许跟着他的人实力超越他。可身为仙海鱼族当今实力最强的天才，身为未来仙海鱼族王位的继承人，仙海鱼族自然不可能让其就这样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独自在外航走。所以经过劝解，才在仙海少羽身上留下了这座守护阵法。这守护阵法会在仙海少羽遇到生命危险时触发，杀伤力极强，但因这阵法与仙海少羽灵魂相连，倘若这阵法真的被触发，仙海少羽的身体也将受损。就在此时，仙海仙儿与仙海姑苏皆是心神一震，他们感觉到仙海少羽的气息涌入他们体内。此时他们明白，仙海少羽是真的准备殊死一搏了。当仙海少羽的气息进入他们体内后，那守护阵法释放的时候，便会进行识别，可以让他们不受阵法攻击。守护阵法，这是在威胁本尊吗？那恐怖存在的声音越发不悦，显然他这种人物不可能看不出仙海少羽身前的守护阵法是何等厉害的手段，并非威胁，而是这阵法就在我的身上，你若要杀我，必先破它。仙海少羽说道。既然如此，那我先破了它，再杀了你。猛然间，滚滚乌云从天而降，那滔天的杀意更是随之而来。那恐怖存在明明看出了那守护阵法的危险，可他竟丝毫不惧，还是选择抹杀仙海少羽。此时莫说仙海仙儿，就连姑苏大人都是吓得闭上了眼睛。面对这种存在，他们都无法左右战局，只能将一切交给仙海少羽身上的守护阵法，希望那守护阵法能够将此时虚空之上的远古魔物抹杀。虽然守护阵法触发会让仙海少羽身负重创，但是到如今也别无他法。可忽然之间，仙海少羽、仙海仙儿、仙海姑苏三人的周围竟然凝固了，不仅仅是他们三个凝固了，他们周围的一切都凝固了，就仿佛时间在他们的周围停止了流转。与此同时，在他们三人的周围还出现了无形的屏障，那屏障虽是无形，可却将他们三人守护在当中，任凭那从天而降的乌云不断围绕在其周围，哀嚎阵阵，疯狂肆虐，但却无法穿透那屏障，更是无法伤及仙海少羽三人分毫。见到这一幕，那虚空之上恐怖的剧目也是有了变化。
那双可以洞穿苍穹的目光看向了这个世界的远方。既然都来了，便现身吧！那恐怖存在发出了雷鸣般的声音，而他话音刚落，他所凝视的远方便风云突变，一股无形的力量自远处席卷而来，那乃是威压。威压自远处而来，如无形的海啸，所过之处虚空碎裂，混沌一片。假如说此处乃是坟场，本就极为恐怖，但眼下自远方而来的更像是地狱。那的玉化作无形的巨手，正在吞噬这里的一切，并且速度极快，很快便将这坟场彻底吞噬。这整个坟场的空间都彻底碎裂，化作了漆黑一边的无尽深渊。面对这种变化，就连那虚空上的巨木也是有了极大的变化。他盯着那威压席卷而来的方向，忽然发出了一声释然的笑。难怪这3只蝼蚁有如此胆量，胆敢擅闯本尊领的，原来是身后还有靠山。你便是那所谓仙海鱼族的人，既是同族之人，为何不直接现身，还要将他们3人禁锢？你是不想让他们知道是你暗中救了他们？恐怖存在问道。他已经看出现在仙海少羽3人属于静止状态，这种状态下，眼下所发生的事情，仙海少羽3人皆不会有丝毫察觉。而做出这种事的可不是他，而是那个前来解救仙海少羽3人的那位。我并非仙海鱼族之人。远处传来一道男子的声音，他距离此处极远，可声音却可瞬息而至。那声音非常平静，不像恐怖存在的声音，比雷鸣都要刺耳，每个字响起，大地都会如地震一般剧烈颤动。那男子的声音就像是平常的对话，温文尔雅，但又没有一丝卑微。别看那声音不具备震慑之力，可却极为清晰，自远方而来，却可以让你听得清清楚楚。这需要极强的功力，那你为何要帮他们？恐怖存在问道。是那3个姑娘与我认识之人有关。远处那男子的声音再度响起，只因为这件小事就兴师动众。恐怖存在问道。本就是小事，兴师动众的是你。远方的男子说道。那我若不愿放他们3人离开呢？恐怖存在问道。你会愿意的。远方的男子说道。这简单的一句透露出的乃是绝对的自信。虽然此地的主人乃是这遮盖虚空变化不断的恐怖存在，但男子却仿佛主宰了一切，包括这位来自远古时期的恐怖存在。狂妄。猛然间，恐怖存在发出了一声怒吼，刹那间天地震荡，这漆黑一片的空间竟然开始变化，碎裂的空间开始恢复。转眼之间，这片天地就再度恢复成了满地白骨、漫天乌云的诡异景象，一切全都恢复如初。本尊要让你知道，谁才是此地的主宰。恐怖存在此话说出，那漫天的乌云便又有了变化，漫天乌云变得漆黑，漆黑之中又渗透着血光。最诡异的是，那掺杂着血光的黑色气焰不仅在虚空之上涌动，如这样诡异的气焰自大地之中竟也不断渗透而出。不过这恐怖的气焰只在恐怖存在身后凝聚，与此同时，一股毁灭性的气息也是越发浓郁，那种感觉就好像这恐怖存在正在进行着某种蓄力，欲对远方进行毁灭性的攻击。我不想动手，非要逼我吗？远处那男子的声音再度响起，声音之中竟有着一抹无奈。而这一刻，恐怖存在则是发出了瘆人的大笑，那笑声之中乃是自负狂妄的霸道，也有舍我其谁的骄傲，同时更是有着席卷天地的愤怒。狂妄的后辈，本尊知道你有些手段，但你的自负激怒了本尊，本尊要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力量。话音刚落，那蓄力依旧的黑色气焰便向男子所在的方向压迫而去，黑气漫天，遮天蔽日。在这黑色气焰面前，仿佛一切都可以毁灭，哪怕是一方世界也是没有招架之力。但这恐怖的黑色气焰，这家带着血光的黑色气焰没有毁灭任何物体，它直奔那男子的方向而去。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他不愿浪费一丝力量却毁灭其他事物，他欲要将最完整的力量全部用来惩罚远处的男子。可是那黑色气焰还未到达男子所在的方向，在男子所在的远方便突然光芒涌现，耀眼的光芒自远方而来，宛如初日升起，但比初日明亮数倍，绚丽数倍。那乃是9色光芒，9种光芒如狂魔乱舞一般自远方而来，伴随而来的还有刺耳的咆哮。仔细一看，原来那是雷霆，漫天的雷霆覆盖远方的世界，遮天蔽日，霸道无比。那漫天的9色雷霆既散发神圣气息，又具备毁灭之力，如主宰天地的利刃自远方劈斩而来，天极血脉。本尊知道了，你的确不是来自仙海鱼族，你是那个小子的人。想不到那个小子竟有你这样的人来撑腰。恐怖存在说道。对于这番话，远方的男子没有回应，而是说道，现在停手来得及，我不想伤你，不想伤我。好大的口气。遮蔽虚空的巨脸又发出了一阵冷笑，只是如此还无法胜我。此话落下，那家带着血光的黑色气焰竟然开始变化，那血光全部化作了血红色的眼睛。原来那黑色气焰之中藏着无数怪物，这一刻那黑色气焰的力量更是瞬息增加。原来这恐怖存在之前特意隐藏了自己真正的力量，直到二者将要交手之际才真正展现出了力量。当力量展现之后，那黑色气焰已与9色雷霆碰撞在了一起。可是当两者碰撞之后，那黑色气焰之中却传来阵阵哀嚎。而与此同时，那恐怖存在的一双巨目更是涌现出了浓浓的惊容。原来两股遮天蔽日的力量相互碰撞，那雷霆也有了变化，雷霆不断蠕动，隐隐间似是化作了雷霆巨兽。9指雷霆巨兽皆未展露全貌，仿佛他们巨大到这个世界都无法放下他们的全身。眼下那9色雷霆与黑色气焰交织，雷霆如利爪，正在不断的将黑色气焰撕成粉碎。那本已具有毁灭之力的黑色气焰，在那雷霆面前竟毫无还手之力。如果说黑色气焰内的群兽是狠辣的群狼，那耀眼的雷霆
就是九指所向披靡的兽王，两者相对，谁强谁弱，立刻见分晓。任凭那黑色气焰拥有毁灭之力，但在九色雷霆面前也是脆弱不已。眨眼之间，漫天的雷霆已是来到近前，至于那黑色气焰，皆被撕成了粉碎。忽然，虚空之上传来一声痛苦的声音，紧接着，那遮蔽虚空的恐怖存在都在这一刻变小了许多，而那主宰一切的气息，让人畏惧的压迫感也是随之减弱。嗨！与此同时，虚空之上竟传来撕心裂肺的喘咳声，持续了好一会才渐渐平复。是本尊输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那恐怖存在再度开口，虽然声音依旧洪亮，依旧威慑力十足，但若仔细来听，却分明能够听出少了先前那种舍我其谁，不将万物放在眼中的霸道，并且还有故意掩盖的虚弱。本就是打听一些事，何曾动过杀你之心？远方男子声音再度响起，他的语气依旧平静，且此话落下的同时，那盘旋在天际的九色雷霆也随之消散。不仅雷霆消散，那毁灭性的气息也随之消散，没有留下一丝痕迹。这一片天地恢复到了最初的模样，就如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你真的不杀我？恐怖存在有些意外，他没有想到对方真的不杀他，毕竟先前的他可是真的动了杀心的。说起来，你当初对我也算有过一些照顾。远方的男子说道。你儿，呵呵，果然是那个叫楚风的小鬼的家人。说起来，那个小鬼本尊还是有点喜欢的，他为缥缈先锋做了不少事。虽说缥缈先锋的人只是本尊的玩物与傀儡，但终究也算本尊的人。其实本尊早就看出那个小鬼很不简单，尽管当初他来到此地还极为弱小。恐怖存在说到此处，淡淡的笑了起来，只是那笑声越发复杂，笑了片刻后竟发出一声叹息，但终究还是低估了那个小鬼了。不过本尊说这些可没有向你求饶的意思，只是就事论事，胜王败寇，现在赢了，你想如何？说来听听。恐怖存在又对远方问道。本来就没什么大事，他们想知道什么你就告诉他们什么，不要难为他们，这件事就算了。至于你为何栖息于此，我不问，而你将来想做什么，我也不管。我们井水不犯河水。远处男子的声音再度响起，那平静的语气之中却尽显豁达之气。你让老夫对这个时代的修武者另眼相待了。你叫什么？恐怖存在问道。当代武者。这是那男人声音最后一次响起之后，无论恐怖存在如何询问都没有了回应，而那恐怖存在的目光则是变得若有所思。当代武者吗？当代武者之中竟有人将天级血脉修炼至如此地步，看来的确是本尊小看了当代武者了。良久之后，恐怖存在笑着发出一声感慨，而没过多久，仙海少羽三人的周围开始出现裂痕。看着那裂痕出现，恐怖存在意识到了什么，那遮盖虚空的巨脸竟然开始消散。遮蔽虚空的巨脸刚刚消散，那裂痕便如碎裂的镜面一般迸碎，迸碎的一瞬间又化作气焰飘散不见。而仙海少羽三人也是在这一刻恢复了意识，身体也恢复了自由。只是当他们恢复自由行动之后，看着眼前的变化，却皆是一脸茫然，不知所措。先前从天而降的恐怖威压明明已经到了近前，为何突然不见了？就连那虚空之上的恐怖存在也不见了，怎么回事？三人面面相觑，一时之间皆是想不到缘由。刚刚他们周遭的一切都被封锁，他们的意识静止了，他们的意识只停留在被束缚之前，所以先前恐怖存在与远方男子的对话和交手，他们都不知道。想知道那三个女娃娃的事，让你们的那个朋友来这里找本尊，本尊亲自与他说。可就在三人不解之际，那恐怖存在的声音却再度响起，并且那先前被封锁的传送门也已经再度被开启。多谢前辈。仙海少羽三人喜出望外，本来先前觉得他们已经在劫难逃，只能依仗守护阵法拼上一拼，不曾想这位恐怖的存在竟忽然改变了心意。至于为何改变心意，不明真相的他们倒是也有自己的推断。他们觉得一开始这恐怖存在的应该就没有打算真的杀他们，先前的杀意不过是考验罢了。前辈晚辈还有一事请求。临别之前，仙海少羽说道。何事？恐怖存在问道。不要将我们来过之事告诉我那位朋友。仙海少羽之所以这样嘱咐，是因为他还不想暴露自己，他不想让楚风知道是他帮了楚风。看在你如此重情重义的份上，本尊应了。恐怖存在说道。多谢前辈。见对方同意，仙海少羽格外高兴。他仙海少羽在整个浩瀚修武界都是有着一些名声，从小到大都是天之骄子的他，很少有什么人答应他一件事能让他如此高兴。之所以会如此，乃是因仙海少羽知道这位恐怖存在太过强大，其修为境界难以估量。在仙海少羽看来，那恐怖存在的实力放在整个浩瀚修武界也是少有人敌，这种级别的存在能答应他的请求，说是开恩也不为过。随后仙海少羽三人便回到了疾风猎族，而当他们回到疾风猎族的时候，疾风猎族族长已经提前得知了一切，想必是那恐怖存在运用特殊手段提前与他进行了沟通，所以仙海少羽三人倒也不用多费口舌。只是被困在疾风猎族上方的楚风等人却什么都不知晓，他们还在想为何疾风猎族的人用威压将他们困住，却又不对他们进行任何处置，甚至都不与他们进行交谈。然而很快便有疾风猎族的人出现，疾风猎族族长亲自接待了楚风，但也只见楚风一个人。起初牛鼻子等人还很担心楚风，毕竟对他们而言，疾风猎族突然转变的态度实在太过诡异了。可是他们又没有能力阻止疾风猎族，毕竟对方要杀了他们，他们也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只能让楚风跟着疾风猎族的人走。在进入疾风猎族后，楚风也来到了那座禁地，并且通过那座传送阵法
进入了那满是白骨的世界。只是进入这个世界之后，楚风一眼就认出这是何的。这里，楚风曾经来过，并且印象深刻。这里是缥缈仙峰内的武文仙境。楚风脱口叹道。此时楚风内心震颤，那种情绪在他的脸上也是表现得淋漓尽致。缥缈仙峰位于祖武下界的东方海域，是东方海域最神奇的地方，因为这里蕴藏着远古时期的生物以及潜在的神秘力量。这里的生物，这里的力量，曾让楚风感觉自己极为渺小，如尘埃一般，不值一提。可当楚风从下界走出，闯入凡界，踏入上界，一路走来，楚风的修为比之当初有了极大的提升。再回到下界，他的力量说是神灵也不为过。他本以为凭借他现在的修为，就算再进入缥缈仙峰内的远古区域，哪怕他仍有看不透的地方，但与此地的生物也有一战之力，甚至此地的生物多半已不是他的对手。可现在，当楚风真的身在此处，看到周围的一切，看着那满地的白骨，感受着此地的气息，尽管当年看到的那些生物一直都没有出现，但楚风已经确定了一件事：他依旧渺小，他依旧很弱，身在此地，他依旧弱小不堪。忽然，头顶之上风云涌动，隐隐间一张遮蔽虚空的巨脸浮现而出，而那足以洞穿一切的巨目也自虚空之上凝视着楚风。小鬼，你可还记得本尊？那足以震撼灵魂的浑厚声音如神明发话，从天而降。当然记得，前辈当年曾帮过晚辈。楚风说道。如果说当年在武文仙境内的经历让楚风记忆深刻，那么武文仙境内让楚风最深刻的就是这遮蔽虚空的存在，因为它带给楚风的压迫感比其他可怕的生物都要强大许多。最令楚风感叹的是，那种压迫如今竟并未改变。楚风的提升在这位的面前几乎没有意义。颜如玉、亚飞、慕容婉三人的变化是本尊做的。恐怖巨脸直入主题，前辈，那您对他们做了什么？楚风虽然依旧好奇，但反而没那么担心了。这位遮天蔽日的存在虽然看着恐怖，但楚风对他印象极好。楚风印象中他并不坏，既然这件事是他做的，那楚风觉得慕容婉、颜如玉、亚飞三人应该并不危险才对。本尊隐于此实在太过无趣，所以才有了缥缈仙峰，才有了武文仙境，才有运物圣殿。虚空之上那位存在的声音再度响起。听闻这里，楚风便大概明白了，这位应该就是缥缈仙峰真正的掌控者。至于缥缈仙峰的历练以及一些遗迹，不过都是他太过无聊用来娱乐的手段而已。那一切就是他布的一个局，然后看着东方海域的后辈进入局内，再以神灵的角度进行看戏。但这位存在与楚风说这件事，明显是话中有话。很快，楚风意识到了一点：前辈，难道您改变颜如玉三人，也是因为您太过无趣才做的手笔？楚风问道。算是，但也不全是。你觉得他们三个在那疾风列族之中过得差吗？那位存在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对楚风反问道。差？自然不差。他们三个在疾风列族乃是王室的公主殿下，极为高贵，并且楚风发现刚刚和疾风列族族长接触，居然连那位强大到修为无法估算的族长大人提起颜如玉、慕容婉、亚飞三人时，也是一口一个殿下，就好像在疾风列族内最高贵的不是他这位族长，而是颜如玉三人一般，并且那等敬畏可不像是装出来的。他们过得不差，只是楚风话还未说完，天上便再度传来那存在的声音，只是他们不是他们自己了。其实他们三个能在疾风列族有如此地位，不仅仅是因为本尊将他们送往疾风列族，而是他们如今已经有了质的蜕变。严格意义来讲，他们三个算是本尊的半个弟子。那存在说道。半个弟子。听闻此话，楚风也很是意外。在楚风看来，那疾风列族族长的实力已是非常恐怖，但若与此时这位遮天蔽日的存在相比，无疑还有很大差距。虽然这位存在都没有向自己释放威压，可他却已经强大到了只是出现在楚风面前，楚风就能感受到他之强大的地步。在楚风看来，这位是有主宰一切，同时也具备毁灭一切力量的。他所散发的压迫，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楚风的弱小，可以说是楚风至今为止所见过最恐怖也最为接近神的存在。颜如玉、慕容婉、亚飞三人，倘若真的能成为这位的弟子，那将是何等的运气！本尊不会真的叫他们什么，但他们得到了本尊的赋予的一些力量，他们从此将不再平庸，而能有如此变化，乃是本尊给予他们的，自然也算本尊半个弟子。但那力量尚未觉醒，若要觉醒，还需有人引导。但本尊可不想浪费太多时间于他们身上，所以才交给疾风列族。但在疾风列族毕竟是远古种族，若是培养三个人族，总归不好，所以才将他们三人记忆抹除，且变成了疾风列族族人模样，为的就是让他们融入疾风列族。不过看在你的面子上，本尊倒是可以让他们恢复本来记忆，只是那容貌暂时还不能恢复。不过待得日后他们体内力量觉醒，可以离开疾风列族的时候，那个时候自然可以做回原来的自己。那位存在继续说道。听闻这里，楚风兴奋不已。事情的原委楚风已经基本清楚，并且楚风觉得这位一定不会骗他，因为这种级别的存在完全不需要骗他这种小人物。并且就如这位所说，颜如玉、慕容婉、亚飞三人的天赋若放在东方海域那是天才，可实际上放在五之圣土已较为平庸，若放到凡界恐怕只能成为普通修武者，至于上界那便只能成为下等修武者了。这样的天赋未来的成就本已注定，可因为这位的一时心血来潮，他们三人的命运也将改变。这是何等的恩赐，是许多修武者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可如今却发生在了颜如玉三人身上。你想知道的已经知道了，若没别的事就回去吧。对了，关于本尊于此之事，莫要乱说，否则你的性命
本尊也许可以留着，其他人可就别想活。若本尊不高兴，那3个女娃娃的性命，本尊也绝不吝惜。你要知道，对于本尊而言，一切生命皆如蝼蚁。那恐怖存在再度说道：“这是提醒，不是危险，因为他不需要威胁楚风，他真的可以做到他所说的一切。前辈放心，关于您的事，晚辈定会保密。”楚风虽不知道这位为何栖息于此，但楚风觉得他必然有他的缘由，那是他的秘密，不想让人发现的秘密，至少不想让上界的人发现。没事，便回去吧。那存在有些不耐烦地说道。见状，楚风也不敢犹豫，而是赶忙施礼之后，便御空而行，准备离开。等一下，可就在楚风即将踏入那传送阵的时候，那位存在的声音却再度响起。随后那位所问出的话，更是让楚风有些不知所措，隐隐间更是感觉有些不妙。你的父亲叫什么名字？虚空上那恐怖存在的声音响起。我的父亲。前辈，您为何要问此事？楚风心中充满不解，隐隐间更是感到不安。若是其他人这样问，楚风倒也不会如此紧张，但眼下这位是何等存在？这样一个恐怖的存在，忽然询问起自己的父亲，楚风总觉得这好像不是一件什么好事。本尊并无恶意，没必要遮遮掩掩吧？那恐怖存在说道。晚辈没有不敬之意，只是不知前辈为何突然询问起我的父亲。不知前辈您是认识我的父亲，还是另有缘由？楚风问道。其实楚风很怕虚空上的那位，因为对方实在太强了，只是关乎自己的父亲，楚风还是想要弄清楚缘由，哪怕知道自己这样的回答有可能会让对方不高兴，但楚风还是选择如此。你这小鬼与当初相比，修为进步极大，天赋可谓相当不错。正所谓虎父无犬子，本尊猜测你之父亲必然也非寻常之辈，所以好奇罢了。你若不愿说，就当本尊没有问过吧。然而令楚风感到意外的是，这恐怖存在不仅没有生气，反而他的话语之中相当随和，甚至还有夸赞楚风之意。这种情况下，楚风想了又想，若是自己还不回答，未免太过于有失礼节，更何况只是名字而已。知道楚风父亲是谁的，在大千上界几乎数不胜数。前辈家父名为楚轩辕。楚风说道。知道了，你回去吧，那3个女娃娃的事情本尊会处理好。那恐怖存在说道。前辈，那晚辈告辞了。楚风施礼之后，便转身进入了传送阵中。而楚风离开后，那虚空之上的巨幕则是变得若有所思。楚轩辕吗？楚风回到疾风猎族之后，疾风猎族族长已是接到恐怖存在的指示，并没有让楚风直接离开，而是将楚风安排到疾风猎族一座尊贵的宫殿中进行等待。但楚风不知道的是，他在宫殿的时候，有3个人暗中跟了进来。这3个人便是仙海少羽、仙海仙儿、仙海姑苏3人，当然他们乃是隐藏状态，楚风根本没有丝毫察觉。看楚风兄弟这高兴的样子，应该谈得很顺利。仙海少羽笑眯眯地说道。他的状态也非常的好，虽然先前经历了那样的场面，但似乎对他并无影响。若不是少主出面，可能就是2个结果了。姑苏大人说道。我倒是觉得不一定。疾风猎族族长似乎也是有着原则之人，他早就发现楚风师徒2人打算潜入其中，但没有直接动手，反而等到楚风2人进入后才动手，说明他可能不会真的杀了楚风。仙海少羽说道。不管如何，若不是少主出面，他不可能会这么顺利的知道一切。只是少主大人，日后切勿不可如此了。忽然姑苏大人的语气有了变化，他的语气之中分明是祈求之意，但在他的脸上却布满了凝重之色。姑苏前辈，您想说什么？不妨直说。仙海少羽转头看向了姑苏大人。我知道少主大人向来我行我素，你做事也有你自己的判断，但你与楚风其实并无太多情谊可言，没必要为他冒如此风险。先前那个远古存在是非常危险的人物，幸亏他对少主只是考验，但若不是考验呢，少主可就要面临可能死亡的危险了。仙海姑苏说道。姑苏前辈，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楚风兄弟值得，更何况我不是也没事吗？仙海少羽笑着说道。少主大人，这就是你的问题所在了。你可是我仙海鱼族未来王位的继承人，您之尊贵，岂能因为一个外人而将自己置于危险境的？无论是您个人，还是站在全族的角度，都是不该如此。少主大人，您若还继续这样，属下便只能如实禀告族长大人了。姑苏大人说完此话，深深的施以一礼。姑苏前辈，您这是在威胁我吗？仙海少羽的目光隐隐间有了变化。属下不敢威胁少主大人，只是属下有责任保护少主大人安危，也有责任让少主大人避开危险境地。属下亲眼目睹少主大人做出危险决定，而不加以阻止，便是属下的失职。若少主大人真的出现3长2短，属下便是犯下了滔天大错了。姑苏大人此话说完，竟跪在了地上。好了好了，哪里有这么严重？姑苏前辈，快起来吧，以后听您的便是。见状，仙海少羽赶忙将姑苏大人搀扶了起来。在此期间，仙海仙儿则是一言不发。若是之前，他会毫不犹豫的选择站在姑苏大人这边，去劝说仙海少羽。可是当与楚风接触过后，他也觉得楚风不错，他也希望能够多帮一帮楚风。但无论是仙海仙儿还是仙海少羽，都没有注意到，当他们觉得一切恢复正常，先前的不愉快就此过去的时候，姑苏大人再度看向楚风时，目光已经隐隐间有了一些变化。仙海姑苏乃仙海鱼族族长安排在仙海少羽身旁的人，他之职责就是保证仙海少羽在外的安全。为此，他可以不择手段，甚至可以做到冷酷无情，无论对错，只要能够让仙海少羽的安全得到保障，他会扫除所有他认为是障碍之人。之前的他从不觉得楚风会是障碍，甚至对楚风印象也是相当不错。可当今日亲身经历了那恐怖存在的杀意后，他对楚风已经有了新的看法。嘎吱！而就在此时，那紧闭的殿门忽然打开，紧接着
3道倩影便从殿门走入。这3位正是颜如玉、慕容婉以及亚妃3人。看到这3位，楚风赶忙起身，尤其是看到他们3人此时的目光后，楚风的内心更是变得复杂起来，那是激动与歉疚所交织的情绪。虽然颜如玉3人依旧是疾风列族的形象，并非他们本来的容貌，但只是看着他们3人的目光，楚风就知道真正的他们已经回来了。